2022年了，你还想要做室内设计师这个行业吗？那到底这个年头在做这个行业的话，到底有没有前瞻性呢？今天就让我来告诉你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斌，我是一个室内设计师，这是一个有关于室内设计的频道以及自我成长的频道。如果你对这类的影片有兴趣的话，请赶快按下你的订阅按钮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影片通知咯。好的，那说到前瞻性一定是有的，因为这是一个永远不会退流行的一个行业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只要有人，就需要有居住的地方嘛，就是需要有家，或者是你要做生意，就需要有店面嘛。所以食衣住行我们还排在第3位。所以不管怎么说，这是一个人们的刚性需求，只要有对空间的运用有想法，就我们室内设计师在的地方。所以加入这个行业，我认为是永远不嫌晚，所以这是没有问题的哦。那如果你已经具备了电脑绘图的能力，或者是工程实务的经验，想要踏入这个行业的话，必须要注意哪些事情呢？那我今天会告诉大家5点，加入这个行业你必须要先知道的一些事情。那首先是第一点，时间不固定，这个我想大家应该都能够体会吧。什么样的时间不固定呢？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有看过一些像 YouTuber 就在讲说，好像看似很自由，其实每天时间都排满。那为什么说时间不固定呢？因为早上8点到下午5点是绝大多数人的上班时间，然后也是公班的上班时间。在这段时间里面的话，不管是社区大楼，还是住家透天，甚至是所有的单位的施工时间，基本上都是以这个为一个基准。所以呢，我们不但要去协调公务，掌握工程进度、监工，甚至是我们有很多其他的事情，必须要在这段时间去完成。然而我们跟客户沟通的时间呢，基本是在他的下班时间，或者是在假日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去跟他进行一个讨论。所以呢，简单来说就是客户上班的时间我们在上班，客户下班的时间我们还在上班。所以呢，做这一行你必须会压缩到很多你个人的一个生活时间。但是大家也不用想得这么悲观啦，因为其实你还是有很多的空档时间可以自己有去调配。因为你自己做这一行，你的工程、你的进度是可以自己去调整的，并且你还可以跟客户去约一个时间。如果你有很计划性的去把它浓缩在某几个时段的话，那其他的时间当然就是你的。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，时间不固定那是必然的。好的，那这样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就说时间不固定了吧？因为基本上我们一整天都是处于在一个工作状态的。那第一点就是这样。好的，那第2点就是不能太避俗。很多人会想说，今天不是做一个电脑作业的一个行业吗？那为什么我需要不能太避俗呢？我不敢说一定要很外向，因为外向这件事情是因人而异的。我其实也不是一个非常外向的人，但我不是一个避俗的人。因为今天你必须要去行销自己，你必须要去包装自己，甚至是要对对方去推广你的作品、你的理念也好。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很避俗的人的话，你没有办法去有效的跟对方沟通。然后或者是把人家带领到你的思维，因为今天大家会委托于你来进行对他们家做这种重要的改装工作，一定是要买你头脑里面的知识，甚至是说你的作品的一个质量，甚至是你对施工的一个进度的一个掌握的一个能力，这些你必须要有效的去传达给你的客户。我们不能说我们一定每个人天生都是外向的，但是我们必须要训练自己不能太避俗，唯有不避俗，你才有办法引导对方到你跟你在同一个频率，我们才会这样把事情做好。甚至是你今天对上你的工班，你必须要有效的沟通表达你对业主阐述的一些设计的意思，他才有办法有效的把他的事情做好。所以设计师基本上是一个沟通的桥梁。如果你避俗的话，那大家左一句右一句，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衔接，那整件事情就不会成了。所以大家不能太避俗。那就衔接刚刚的讲的第2点，我们在延续的第3点就是抗压性要高。因为我们是一个沟通的角色，今天我们在当沟通的角色，今天业主表达出了他想要的东西以后，依照你的转化变成设计图，或者是你沟通的一个语言，你必须要清楚的让你的施工单位清清楚楚的明白如何做到你的要求，如何做到业主的要求。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，他们会遇到一些工程上面执行的难度，他在回馈给你的时候，或者是回复，你必须要有效的去回应他们。所以呢，基本上就是业主他的意见跟工班的意见，他们会一直冲突在你这个地方，你必须要转化消化到大家都能好做事，大家都能满意的状况，你必须要非常大的 EQ。所以呢，基本上这个抗压性是要非常的高的。
这个不像是一般的，就是上对下，上司给你的一个意见，你这样去把好好的完成就可以了。你今天是双向的意见过来到你这边来的时候，你要去有效的综合它，并且做出最好的选择、最好的安排。所以大家的抗压性一定要提得很高哦。再来是第4点，就是行动带3分财气。这句话呢是我爸从小跟我讲的。他说，基本上你愿意踏出去，你愿意行动，基本上你就会有赚钱的一个机会。不管你今天出去的这个行动是出于什么的一个意图，或是做了什么事情，哪怕今天你可能只是去菜市场买菜也好，如果你今天不踏出门，你今天窝在家里，那基本上这些赚钱的机会就一点跟你关系都没有了。今天大家都会想说，哦，因为我今天可能帮助了一个人，所以他之后他可能回馈了我什么，这些种种的一开始的开头都在于你出门了嘛，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有时候大家都会考虑到说，哦，今天跟他出去这一趟，有人可能想要介绍一些事情，或者介绍一些案子给我们，然后我们会觉得说，这个时间这样跑这一趟我不划算，或者说这个时间点我有更好的选择，我应该陪陪家人，或者是说这个时候我想放假，类似这种事情，其实我们有千百的理由在拒绝的这些事情的到来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愿意行动，不要每天都在家里墨守成规的在那边摸着电脑，或者是说就是一直好像埋头苦干，有时候也出去走走。其实你会去认识到更多的人，或是认识到更多的机会。只要你愿意行动，赚钱的机会绝对不会没有。所以一定要踏着出去，不要每天就窝在工作室，或者是窝在公司里面，每天摸着电脑。像我以前我有阵子，我就想说啊，那不然我就在公司里面就是好好的去充实我自己。但是其实到后面也有可能就是看看 YouTube 啦，看看影片啦，这些琐碎的时间会把我们耗掉。那与其如此的话，我们不如就多多的走出去，可能对我们会有更大的一个帮助哦。好了，那再来是第5点，就是持续自我成长。其实这个是最困难的。大家在工作一忙的时候，就只想休息，只想追剧、耍废、吃好料的。我每天也是这样想，但是呢，我不会忘记，就是要继续持续自我成长。这个东西之所以的困难，就是当你的工作的忙碌一忙的时候，我们会去想去简化流程，或者是想要偷懒，我们会想要用既有的模式，就赶快把这件事情完成，但是我们不会去创新我们的模式。这个其实是对创业的人非常大的一个致命伤。你必须要持续的自我成长，优化你的流程也好，提高你的作品质量也好，甚至是开拓你的业务通路也好，这些东西都需要持续进行的。所以呢，不管是你今天去学会了更新的一个模式，甚至是去你更新了你作品的一个风格，尤其是在室内设计，它其实是跟流行性是相关的，就像是食衣住行的食跟衣一样。以前有以前喜欢的吃的一个食物，现在就会有新的创意料理的出现。以前有以前的穿衣风格，现在的穿衣风格当然不能跟10年前比嘛。装修也是，以前会有这种老派的建筑，就会有现在所谓的新颖的做法。就像是日式来讲，从禅风演化到无印良品，到现在演化到侘寂风，这种演化其实它的本身的本质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，但是这是一个流行元素的不同。所以呢，今天它可能还会再慢慢的复古回去，或者是流行性会有所更改，这些东西时事的潮流，大家都要必须时时的去注意到它。所以呢，持续自我成长是非常重要的，唯有持续成长，你才能够因应时代的潮流。要不然过5年10年以后，你的作品已经不被大众所接受以后，你可能就被淘汰了。那这行可能就会变成做得更加的艰辛。好了，那这个以上5点就是我给大家，如果想要加入这个行业的话，一些小小的建议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这个频道也是想要冲一点订阅数，需要大家的帮忙。有需要看到什么主题，或是希望我回答什么的话，请在下方留言哦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。拜拜。